大家好，我是电脑王阿达。这次阿达又要来开箱 Insta360的新品哈。那说起 Insta360这间公司啊，之前要么1-2年才迭代一次，但是呢，最近的新品呢，却一直推不停啊。要说哪一个产品是让 Insta360走入大部分人的视野的话，应该就要数 Insta360 One 这个系列了，因为它一体成型，然后直觉又好操控，既可以当360的全景摄录影机，也可以拿来当运动相机的玩法，更是奠定了 Insta360 很多产品的一个基础。One X2 推出近2年之后Insta360终于为消费者带来该系列最新产品 Insta360 X3。那接下来就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开箱。好，开箱。那大家看到了现在这个盒子呢，还不是正式版哦，因为我在录影的时候，其实这个东西还没发表哦，所以它应该还是个工程样机，也不一定是正式的设计，所以到时候大家以自己看到的版本为主。好，那我们直接开箱。哦，好。最上方这个就是 Insta360 X3。那这一代呢，跟之前的产品线最大的不同点之一就是名字变了。它现在叫 X3，它就把 One 拿掉。下面应该就是配件嘛，传输线，给了一个软质的细心带，跟之前一样。然后说明书跟贴纸，还有个试镜布，大概配件是这样子。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最大的差异在外观上，它由上一代比较迷你那个小型的圆形屏幕改成这个2.29寸的方形的触控屏幕。在摄影功能部分，它也加入了 5.7K 的 HDR 运动录影，360摄影的解析度由原本的1800万画素提升到7200万画素所以摄影部分是提升比较多的，而且也多了 4K 画质的单镜头的录影模式，还有 8K 的延迟录影等等。跟前代相比呢，大部分都差不多。譬如说，它们都有水下10公尺的防水，360的全指向的收音。机身右侧这边，在电源键的下方，它多了一个可自定义的一个快捷选单。那在它的正面下方这里，它则多了一个前后镜头的快速切换。这部分我就觉得也是蛮聪明的。它单镜头的广度呢，最高到170度。机身左侧这边呢，一样，它一个 Type-C 的连接副。另外它的电池尺寸呢跟 X2 是不一样的。那记忆卡一样是放在机身的内侧这里。记忆卡的部分呢，建议至少要放 V30 以上的等级的记忆卡。在机身的背面还有正面的下方呢，都有一个 LED 的提醒灯。在机身下方这边也有一个1/4寸的云来口。由于 Insta360 呢，它几乎全系列都支援自拍棒的隐藏功能。像这一次还有推出一个伸缩之后最长可以到3公尺的自拍棒。搭配起来就可以拍像空拍机那种玩法。那另外呢，它还有其他配件，像这个就秒传配件，跟手机在传档案的时候速度会更快一点。那另外还有这个保护盖，还有这个子弹时间在用，那就要配合自拍棒使用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怎么操作与它的界面。它的开机界面呢，其实跟 Insta360 的 X2 呢，原则上是差不了多少。就是它的画面是大很多的其他的其实在使用上它的差距并不大。好，大家可以先看到画面上左上角这边就是你的剩余的录影时间。如果你是由上往下滑的话，在这边就是它的一个设定界面。它这边有很多东西可以去做设定，譬如说你可以直接跟 AirPods 去做连线，然后用 AirPods 去直接收音，这一点也是 Insta360 的首创但是它目前只支援 AirPods 系列。那另外这个是可以跟蓝牙的接收器配对，是另售的。那这边呢，则是可以设定像抗风噪方向性收音、立体声等等。那其他的像是灯效，像关掉它就不亮。如果说你在进行录影的时候不想让它知道的话，这个也是很方便。那也支援像语音命令等等。你可以设定中文、英文，就要开始录影关闭录影之类的。那还有剩余的一些选项，这边只是可以调整萤幕的亮度。那使用上是相当的直觉。那这边还有一些进阶的设定选项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再往上滑就回到主画面。那如果是点击下面的选项的话，在这边我可以这样子来切换我的主镜头跟副镜头。那我也可以直接按这个快捷键，
去切换里外镜头。好，在它录影的时候，你才能做构图，不然的话它是滑不动的。你如果左右滑，它会直接切换录影模式的选项。那你也可以点击下方这里去设定像解析度啊 ，FOV 就是广角、超广角，好，你的影片的录制方式等等，好，你可以录出来是16:9，好，或是9:16。那解析度呢，它则是有4K、3.6K 等等。那如果是录影的话，最高是支援到5.7K，但是要记得说你的机卡一定要够力，好，不然的话录出来可能是不能用的。另外这边点击这里，一样可以去选择你的摄录影模式，由左往右滑就可以浏览，由右往左滑则可以设定像白平衡、EV 等等。哦，如果你没有概念的话，哦，它有360跟单镜头的差异。哦，如果你是360的话，哦，大家可以看到它除了有一般的录影，然后有运动 HDR， 哦，这是新功能，原本只有 HDR， 然后也有延时录影、移动延迟、子弹时间。如果说你是喜欢骑重机的话，那你可以把这个架在你安全帽或者你车头，出去拍一些很酷炫的影片，之后再用事后运镜的方式剪辑之类的。加入这个循环录影的话，它同时也可以当一个行车记录器，这点很方便。那另外还有星空模式，好，还有快速连拍、健儿拍照、HDR 拍照跟普通拍照等等。好，那单镜头的话也有，只是它的选项就相对的少很多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准备进行实测啊。那跟大家报告一下环境哈。那今天的天气呢，我出门的时候是晴的，然后到这边就阴了。好，那等一下的录影，我全程都会用内建的麦克风收音，所以音质会跟现在不太一样。在使用之前，跟大家报告说它的几个功能。你如果要录影的话，很快啊，像这个就是全景。但是全景的时候，你在录影之前，你只要去搬动它。它都不会是正常的构图界面，你必须开始录的时候，它才会让你构图。比如说我现在这样录，啊，刚刚我上下左右它是跑的，现在我这样子，我就可以去看我的构图。好，它必须要这样才能看构图，不然的话你在一般的画面下，它是不能看构图的。好，它只能前后。那除了这个以外呢，也可以用 APP 去做控制。那之前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很多 APP 的操作，像一个事后构图。然后你要做一些影片的话，都是透过它的 APP 会比较方便。那使用的方法呢，我会放在影片的右上角，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。好，那接下来呢就开始录。好，现在测试的是转向，好，大家看一下，我这样转，应该只有看到画面的上下的动作，应该完全看不出水平面的一个改变。好，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呢，我使用 Insta360 X3 来做一个行进间的录影的一个测试。好，那目前呢，我是这样子直拿的。那因为这种运动相机它的一个特性就是说，你不管你哪个方向去拿，就算你转圈圈，它也不会有任何的变动，就是它的构图也不会有任何差异。所以我们只要看它的那个行进间的一个立轴抖动。然后它的运动构图等等，因为我到最后我会给大家看的是360图案去转成那个平面的一个画面。这是第一个画面。那接下来等我再测它的单镜头。现在是前进，那接下来我小跑一段，开始。好，现在大家看到的呢，是我使用 Insta360 X3 它进行的一个单镜头的一个录影。那现在镜头就是对着我。那大家可以稍微比较一下，跟刚刚的画面差别是怎么样？我看一下这样子。那接下来我会换镜头，然后大家看一下跟一开始的镜头差异有差多少。好，现在是切到外镜头，它那个在录影的过程中呢，就单镜头单边就有那个4K 画质30帧，不能边录边切换。好，那现在我切到外镜头就另外一边，接着呢，我小跑一段。好，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呢，用 Insta360 一般的自拍档来拍摄的360影片。好，那这个距离呢，它并不用很长，大概加起来大概120公分左右吧，我猜。好，那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它这样子的一个拍摄的角度跟变化方式。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好，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使用3公尺长的那个自拍棒
准备要把它拉长。哦，但是因为它有自拍棒隐藏功能，所以等一下我拉长，大家也看不出来这在哪里。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高度的变化。好，现在我可以拉。再拉，再拉，太离谱了。哦，现在大家看到是3公尺长的自拍棒的距，哦，那大家看一下高度是怎样，啊，那这种方式呢拍，就真的有一个空拍机的一个感觉，啊，因为它可以让直面的让你哇，你说小心要撞到东西啊，因为这个没有保护性。没有，像这样子也是有点考验你的背力。虽然说它牵也不重，但是因为它的那个感知太长，哦，所以它其实还是有这个。好，现在呢，给大家拍摄的是 Insta360 X3， 它的一个行进间测试。哦，刚刚我们已经做过行进间跟跑步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爬楼梯。还有一些光影变化。好，那很不幸的，现在天气转阴了。我出门的时候，它其实天气是晴朗的，就几分钟的时间它就变阴了。然后最靠腰是因为大家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，可能已经发表，或是那个是发表当天。我不知道片子来不来剪得出来。哦，时间非常赶，所以我根本来不及去多拍摄一些镜头，所以。因为我这次有去东京电玩展，就那个跟大家报告说，我会带着 X3进会场，然后绕一圈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就是360的一个感觉哈。但是因为会场很黑啊，所以就算我带1寸的去，表现也不会太好。大家一个认知就这样子。那现在呢，我只要用这个拍摄的方式，我全部都是内部收音，因为它有个指向收音器。我之前听过它的2代的时候，它的收音效果就非常好哦，所以你就如果是风噪不太大的话，其实这样子直接收音拍 vlog 是没什么问题的。哦，这样讲话干嘛呢？哦，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感觉，就是你这样走，然后边走边拍边讲。哦，全景相机的好处就是说，在于你怎么拍，它绝对不会绕高，因为你都可以事后运镜。哦，你都可以事后运镜，就是说原则上啊，只要不是你离你想拍的东西太远的话，哦，你想拍的内容都不会漏掉啊，你也不用担心说，哎，会不会这个场景取得不好，干嘛都不会。哦，这一点是我觉得全景相机的优势。那缺点就是说啊，真的太低光源的环境下，还是有它的极限在，所以就大概是这样子啊。好，现在一样是户外走到室内啊，那里面是蛮低光源，它会有几段的场景变化。好，那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它的效果。好，进入室内低光源。好，因为它这次的感光元件比之前还大很多。啊，之前的话好像只有1/3寸嘛，对，那现在已经到1/2寸了。啊。Insta360 X3 夜间录，大家稍微看一下这种夜景环境下的录影效果是怎样。
也稍微可以观察一下光线的眩光的表现，还有杂讯啊，这种不算超低光源。等一下我会再去一个更暗的场景来测超低光源的表现。最后讲一下哈，在使用 X2 跟之前的 X3 的比对之间呢，我觉得他们两者最大的差异就是它多了更大的显示萤幕，然后更方便的可定义的一个快捷键还有功能键，另外还有全景运动 HDR、4K 的单镜头、更高解析度的全景拍照，还有4K 120帧的一个录影。还有一个我觉得相当方便呢，可以当做行车记录器的循环录影。不过啊，要注意的有几点，就录影的解析度呢，其实最高一样都是 5.7K。所以啊，如果你现在还在用 X2 的话 ，X3 并不是说非升级不可。那可能会有朋友会问说啊，那阿达你之前开箱过另外一款 One RS 有什么差异？他们两个的主要差异在于说啊 ，One RS 啊，它多了可以变形的模组，其实它本体是一个可拆开的运动相机。所以，如果你是买1寸版本的话，它的防水能力啊，反而是没有 X3 好的。那 X3 它的功能比较单纯，随开即用，用起来比较方便。不过你如果要追求极致的画质，还有低光源的表现的话，One RS 的1寸版，我是觉得是更好的选择。好，以上呢就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选购参考。我是电脑王阿达，如果喜欢这样开箱的，记得帮按赞、订阅与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